视频是讲解加密、解密技术的基础内容，会简单的介绍一下什么是对称加密和非对称加密，最后再总结两种方案的优势与劣势，以及适合使用的场景。我们经常会用到文档加密、文件加密这个功能。那加密和解密的底层原理是什么呢？什么是对称加密？什么是非对称加密？这两种加密方案有什么区别？各自的优劣势是什么？先来简单的说一下什么是加密，什么是解密。加密是将明文信息通过特定的算法和指定的密码转换成一段密文的过程。解密是将密文使用相应的算法加密码恢复成明文的过程。所以我们通常说的加密就是将一段明文或者一个文件通过一段密码和特定的加密算法把它加密之后转换成一段没有人轻易能破解的一个密文。只有你拥有了相应的密码，并将这个加密过的文件通过密码完成解密，才能恢复成明文，这样你就能看到文件的原始内容。那使用加密的主要原因包括下面3点。第一，可以保护隐私。加密之后可以确保你的敏感信息在传输和存储过程中不会被未授权的第三方来访问到。第二点呢是身份验证，通过加密技术可以验证你个人的身份，也就是说你加密之后，当你拥有密码之后完成解密，才能代表你是这个加密人的本身。第三点是防止篡改，加密可以帮助检测和防止数据在传输过程中被第三方篡改，这样就可以确保信息的真实性。什么是加密，什么是解密，上面已经简单的介绍了。那通常加密的方式有2种，第一种是对称加密，第二种呢是非对称加密。那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什么是对称加密。对称加密就是首先一段明文，这个可以是一段内容，也可以是一个文件，通过一个密码，也可以叫做密钥，把它进行加密，加密成一段密文。然后呢，在我们解密的过程中使用的这个密码，也就是叫这个密钥，与之前加密的密钥是同一个，所以对称加密就是加密与解密使用的密码是相同的，这就叫做对称加密。总结一下，加密过程与解密过程使用的是同一个密码。下面呢是一个例子，我们使用 ASE 对称加密方法进行文件加密与解密。首先呢，在电脑上要执行一个命令来检查当前是否已经安装了一个基本的工具。如果我们输入完这个命令之后呢，你的终端有对应的信息返回，代表你当前电脑已经安装了这个命令。如果你没有安装的话也没有关系，按照 Ubuntu 的例子安装相关的工具就可以直接使用。第一步呢，我们生成一个256位长度的加密密钥，这个密钥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密码。我们使用这个命令就可以生成一个256位长度的密钥。然后呢，在本地生成一个文件，并且在这个文件中写入 hello 这个单词。我们此时查看一下这个文件内容，大家可以看到显示出了一个明文 hello。第二步呢，我们使用这个命令将本地的这个明文文件进行加密，并且保存在本地文件。那加密的过程中使用密码是什么呢？使用的是这个呢就是我们在第一步已经生成的256位的长度的密码。此时我们再查看一下已经加密之后的文件的内容，你查看的内容应该跟我类似，都是无法直接查看的二进制的内容。第三步，已经加密过的文件，当我们想进行解密的时候呢，我们可以使用这个命令。这个命令大概来讲解一下，就是将第一步加密之后的这个文件解密，解密之后的文件保存在本地。那解密的密码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选项。这个选项的这个密码也是我们第一步生成的这个256位长度的密码。那此时呢，保存在本地的这个文件，我们再查看一下它内容，就可以看到又恢复成了明文的 hello。那上面的例子呢是对称加密的例子。那这种加密方式有什么优势，有什么劣势呢？这面我有进行整理。它的优势就是加密速度非常快。第二个呢，消耗电脑的计算资源非常小。第三个就是它实现起来非常简单。可以说这种对称加密的方式通常在多种平台甚至是嵌入式的平台我们都可以实现。第四个呢，就是这个密码管理比较灵活。
可以在发送方和接收方之间共享这个密钥，也就是这个密码。只要拿到这个密钥，你就可以对文件进行加密解密。那同样，它的劣势有哪些呢？一共有3点。第一个，也就是说它的密钥分发问题，我们该如何将我们生成的256位的密码安全的分享给别人？这是一个有难度的事情。第二呢，如果我们与多方通信的时候，可能与每一个人都要有一个对应的密码，就是与第一个人有一个密码，与第二个人有一个密码，这样你才能保证你与其之间沟通内容是进行加密的。那这样就会造成密钥的数量比较庞大。第3个呢，就是密钥泄露风险，因为我们使用的是对称加密，加密与解密的密码都是一样的。一旦你的密钥泄露，那就代表你与其之间所有的加密的文件都可以被这个泄露的密钥来进行解密。第3个，我们来讲解一下什么叫做非对称加密。下一个，我们来讲解一下什么叫做非对称加密。那常见的非对称加密，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公司钥加密。我们还是先来看这张图，我们上面有讲解过，加密就是通过密码进行加密，解密呢就是通过密码进行解密。那对称加密呢，加密的密码和解密密码都是一样的。那非对称加密是什么呢？非对称加密大家可以看到，首先你的一个明文使用一个叫做公钥的密钥，也就是密码来进行加密，加密之后呢，得到的是一个密文。解密的时候呢，使用的是另一个我们叫做私钥的密码进行解密，就可以得到一个解密之后的明文。大家可以看到，最大的区别就是公钥加密，私钥解密。公钥和私钥完全是不一样的两个东西。对称加密的加密和解密是同一把钥匙，而非对称加密呢，加密和解密是各自2把钥匙。这边来简单的说一下，加密过程与解密过程使用的是不同的密码。而且只要我们的私钥不泄露，加密就一定是安全的。这个呢，我们后面会有解释。总结的4个点，第一个点，公钥加密，而且只能私钥解密，公钥无法解密。也就是说，你用公钥加密的东西发给任何人，别人如果他只有公钥，他是没有办法解密的。第二个呢，私钥加密也只有公钥能解密。也就是说，如果我拥有这把私钥，我加密之后，只有拥有公钥的人才能完成这段文字的解密，因为它俩是配对的，只能各自加密，另一个进行解密。公钥是可以分享给任何人的，是不怕泄露的。私钥呢，必须要秘密的保存好。我们来说一下非对称加密的优势和劣势。它的优势呢，第一点就是安全性非常高。非对称加密使用公钥和私钥的配对方式。公钥呢，我们可以发给任何人，但是私钥呢，我们需要保密的保管，这样呢就降低了密钥泄露的风险。我们之前对称加密啊，但凡你泄露了，那就一定都会泄露。而这种方式，我公钥本身就是公开的，任何人都可以用公钥去加密。加密之后呢，只有我手里的这把私钥才能解密，它的安全性更高。第二个优势呢，就是密钥交换方便，在不同的网络环境中，非对称加密可以安全的交换对称加密所系的密钥，避免了密钥在传输过程中被盗窃。这一句话呢，大家可以不用过多的去了解，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自己去学习。第3点就是非对称加密，也就是公私钥，它可以实现数字签名。当然了，这一点呢，我会在后面的视频单独讲一期什么叫做公钥，什么叫做私钥，以及公私钥为什么能实现数字签名。第4点就是身份验证，这点简单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因为私钥是只有我拥有，只要我用私钥加密之后的东西，任何人能用公钥解密出来，就代表加密的这个过程一定是拥有私钥的这个人，所以就间接的可以进行做身份验证。上面几个点呢，还是有些绕的，后面我会单独出一期详细的视频来重点讲解公私钥以及对应的使用方法。下面呢，我们来举例，利用公钥加密只有私钥可以解密的这个特性，来实现将我们的一些重要的文件用公钥加密。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将这个文件随意的上传到各个网盘，而且我们也不怕这个文件被泄露，因为泄露出去之后呢，因为它不是明文的，是我们使用了手里私钥的配对的公钥来进行加密的，因此呢，我们不担心它泄露。好，下面来看一下，第一步呢，还是要在你电脑上安装对应的环境。那本视频呢，不详细的说安装过程，仅演示加解密的一个流程。
后面呢我们会有更详细的视频再来讲解。这面我们来特别说一下公司钥该如何保存。首先，你的公钥可以一直放在电脑本地，甚至你可以把它传到网上的任何位置，方便你下载使用，因为公钥是不怕泄露的。第二呢，我们的私钥一定要保管好。那我这边有几种方式。第一种呢，将我们的私钥放在一个移动的 U 盘上，不要放在本地电脑，因为你的电脑可能会被别人接触到。那你这个 U 盘一定要保管好，或者说你将这个私钥加密的方式保存在本地，在你使用的时候呢，可以再把这个私钥解密，因为这个私钥非常重要。第二点呢，私钥该如何保存呢？这也是我一直想给大家讲的。我们可以把它保存在一个专业的加密狗中，例如 YubiKey 的工具。这个工具呢，后面视频我会继续讲解。好，第一步呢，我们使用公钥将一个明文的文件把它进行加密。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文件中的内容。我们可以看里面写了一句话，叫做 Hello， 使用这个开源的工具，然后呢，通过这个选项来实现加密，并且把它保存在本地。那它使用的加密的公钥是什么呢？这里面我没有指定啊。这个命令就是将本地的这个明文文件使用一个我们已经设置好的公钥进行加密，加密之后呢，保存在本地。然后我们此时再来看一下加密之后的文件，当然还是一段乱码，因为它是以2进制的形式来保存在本地的。然后使用公钥加密了之后的这个文件，我们就可以把它上传到你喜欢的各个云盘或者公开的存储空间。因为你加密之后的文件呢，你不用担心它泄露啊，只要你保证你的私钥在你手里不泄露出去，你不用担心它泄露出任何地方。只要你的私钥不泄露，任何人都无法破解。但是它有2个前提，它第一个前提就是你的密钥的位数不要太短，比如说我们可以通常使用128位、256位甚至更长的密钥。当然呢，密钥越长，带来的整个加密过程的时间越长，消耗的计算资源越多。同样，使用的这个加密算法也不要选择过时或者有漏洞的加密算法，只要保证这2点，通常我们的加密方式是轻易不会被别人破解的。然后呢，只要你加密之后，就可以把这个文件上传到任何地方，不用担心任何人下载之后可以看懂你的内容。好，我们已经上传到网盘了，现在我们可以把这个文件下载到本地，并且来进行解密。解密的过程中呢，要用到私钥，这个时候的私钥应该是在你的 U 盘里面，或者说在你的加密狗中。如果是你加密狗中呢，你应该将你的加密狗插入你的电脑中；如果是在你的 U 盘中，你需要将你的 U 盘插入到你的电脑上，使用这个命令。这个命令此时如果你电脑已经配置好了环境变量，它就会使用对应的私钥来进行解密。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命令是将加密文件的解析，并且在命令行终端来输出显示直接跟我们刚才加密的明文 Hello 是保持一致的。那我们还有另一个命令，就是将已经加密的文件来保存到本地文件。那这个命令就是将加密之后保存在本地。此时你再打开这个文件，你会发现里面也是 Hello 一模一样的东西。好的，我们现在来总结一下，上面讲了2种方法，一个叫做对称加密，一个叫非对称加密。大家只要记住第一个点，就是对称加密，无论你的加密解密都是一把钥匙；非对称加密呢，就是加密和解密各自是一把钥匙，2把钥匙无法通用。用公钥加密只能用私钥解密，用私钥加密只能用公钥解密。下面呢是3种常用的公私钥加密的应用场景。比如说大家可能听到过一些端到端加密，在很多加密软件，包括之前我的视频中也有讲解所谓的端到端加密。那底层的技术原理都使用的是非对称加密，也就是公私钥的方式。那还有一个我们常用的工具啊，叫做电子邮件的端到端加密，它底层使用的也是公私钥。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常说的 HTTPS 加密方法。其实我们以前呢用的是明文 HTTP 的方式来进行网页内容传输，因为内容是明文，所以呢任何中间人攻击的方式都可以获取到你跟服务器之间的所有数据。后面呢我们升级成了 HTTPS， 它这个 S 底层的技术原理啊，也就是公私钥。大家一定听过证书，对吧？证书里面就是保存着你的公钥，私钥呢永远都保存在这台服务器中，它不允许被泄露。一旦泄露的，整个网页应用的安全性就没有办法得到保证了。
第3点就是我们上面那个例子，我们可以用公钥加密只有私钥解密的这种特性，将我们的文件加密之后上传任何一个网盘，或者说你任何一个云存储空间都可以，因为我们不再担心任何人能下载，他下载他也看不懂，所以我们可以用这个特性来保证你的文件绝对的安全、绝对的隐私。最后我们来个小结，对称加密适合哪些场景，以及非对称加密适合哪些场景。首先我们来看啊，如果我们有一些非常大的数据进行传输的话，我们可以选择对称加密，因为它加密和解密速度比较快。还有很多我们跟某一个定向的对象进行实时通讯的时候，在通讯过程中，我们可以使用加密速度更快的对称加密来进行数据流量的加密和解密。而且呢，在一些我们风险比较低的内部网络中，我们可以使用对称加密来有效的保护数据传输过程中的这个安全性。最后一个呢，就是在我们很多大文件的存储，我们也可以使用对称加密来提高加密的一个效率，把它保存在我们的文件系统上。那哪些场景适合非对称加密呢？首先，我们需要跟多人进行点对点、端对端加密的时候，我们要进行密钥交换。这种场景下，我们需要使用非对称加密。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通常端到端加密的社交软件使用的都是非对称公司钥的加密。下一个呢，就是有一些东西我们需要对这个文件进行签名，代表这个文件真的是我拥有的。所以公司钥加密的另一个特性叫做数字签名，它是一种个人身份的区别，代表一种签名方式。第3种呢，电子商务。电子商务其实就是我们重点来讲的上面的 HTTPS 这个含义。第4种呢，就是身份验证。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我们之前讲解过 SSH 登录过程中配证书登录的方式，它的底层就是这个意思。最后总结一下，对称加密呢，适合快速大量数据处理和在内部网络环境中使用；非对称加密呢，适合需要进行密钥交换、身份验证和需要更高安全性的场合。上面的内容呢，就是简单的介绍了一下什么是加密，什么是解密，又对对称加密和非对称加密分别进行了讲解，以及它们各自拥有的劣势和优势。同时呢，在多种不同应用场景中该选择使用哪种方式。感谢大家观看今天的视频，非常期待在评论区看到你的想法和建议。下次见。